嗨，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一集我们要来聊美台军售还有商售背后形成的这些角力因素。当然，角力不是只有美国跟中国，因为这牵涉到整个国际政治，还有台湾国内目前的政治环境，所以包含在法律的层面。有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里面最重要的817公报，还有雷根政府的6项保证。在台湾内部，当然还有共谍案的问题，以及中国它的同路人，还有在台湾的协力者，这些都会影响到美国是否出售武器以及技术给台湾。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为什么有的时候台湾要买这些武器装备遇到的困难这么的复杂，来让朋友们有个背景的知识理解。所以今天的内容稍微有点硬，可是却又是必要的。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台湾关系法，这是美国的国内法，这是在1979年1月1日由美国的国会制定，并且经过当时美国的卡特总统签署生效。最特殊的是，卡特总统就是当年美国跟中国建交的那位总统。台湾关系法里面以台湾当局来称呼统治台湾的治理当局，所以不管现在是中华民国或者以后有不同的称呼，都以台湾当局来统称。而台湾里面的定义就是台湾的主岛和澎湖群岛，并不包含了金门跟马祖这些外岛。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授权建立一个实质的大使馆来管理美国和台湾的实质外交关系。而且台湾关系法里面有规定，除非有特殊情况，不然中华民国跟美国在1979年以前达成的任何国际条约跟协定仍然有效，唯一被终止的就是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所以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卫物资以及技术服务，使台湾能够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有关美国将向台湾提供的防卫物资及服务的种类还有数量的决定，将由总统和国会来决定。所以台湾关系法里面进一步规定，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杯葛或禁运，解决台湾未来的作为，都会威胁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美国将严重关切。所以这句话的解释空间就非常大。美国的严重关切包含了各种的手段。此外，台湾关系法还要求美国有一个政策，就是向台湾提供防御性质的武器，并维持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也由于有这样子的规定，所以像我们台湾自己研发的战斗机还有潜舰，在名称上都会增加防御2个字。所以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所有的武器装备也都会提到满足台湾的防御需求。所以台湾关系法本身是美国的国内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签署的3个公报基本上是属于国际法，所以2个互相没有干涉对方的法律约束力。而美国历任的总统也都根据台湾关系法还有雷根政府的6项保证来向台湾出售武器，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2001年4月，当时美国的小布希总统宣布美国会协防台湾，还有现任美国的拜登总统也曾说过，若中国武力犯台，他会出兵台湾。这些都是以台湾关系法来作为美国协防台湾的法源。在张荣丰老师所写的《无烟硝的战场》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在一次美日安保条约对台湾的意义的讨论会上面，有一位拜登政府的官员就直白的说，对美国而言，对台湾安全最重要的是台湾关系法，这是美国的法律，相当于圣经，所以它的位阶是高于许多人所关注的美日安保条约还有美中三公报。到了雷根政府时期，1982年的8月17日，美国跟中国签订了817公报，
它的全名是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817公报最终目的是为了彻底停止美国对台武器出售的问题而签订的。当时由于美国的雷根政府希望可以联中制俄，联合中国共同来围堵前苏联，为了拉拢中国，只好配合签订了817公报。因为在这之前，美中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还有建交公报，都没有办法有效解决美台军售的问题，所以在中国的胁迫之下，雷根政府就跟中国签订了817公报。在这公报里面，美国首次强调将逐步减少对台湾武器销售，而中国也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817公报里面杀伤力最大的就是第一点，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会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准。第二，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第三，经过一段时间，对台军售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于公报里面双方互相保证台湾局势应该走向和平解决，这也是中国最在意的问题。可是这也是美中3个公报里面争议最大的，因为中国一直认为美国没有确实履行817公报里面有关逐步减少美国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最终获得解决的这项承诺。左边这张照片是1984年中国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问美国的时候，跟雷根总统夫妇合影的照片。由于美国签订817公报的时候，有一点是被中国所糊弄，所以雷根总统也在同一天发布817公报的时候，对内做成了一个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官员在执行817公报时，不得破坏美国对台湾的和平承诺。而这份备忘录在2019年8月30日解密，内容是1982年8月17日，就在817公报签署的当天，美国雷根总统发给当时的国务卿舒兹，还有国防部长温伯格的一份备忘录，里面提到美国减低对台湾军售的意愿，前提是中国持续对台海分歧所推行的和平解决方案。这2件事情之间的关联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永久而且必要的考量。备忘录里面还提到，美国对台湾提供武器的性能与数量完全依照中国大陆对台湾所构成的威胁而定，无论在数量还是性能上，台湾的防卫能力都应得到维持。到了2020年8月31日，美国在台协会 AIT 公布了2则解密电报，其中一则是1982年7月10日，由美国国务院次卿伊格尔伯格发给当时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处长李杰明，提供美国对1982年817联合公报的解释。就是在817公报签署之前，国务院就先进行了817公报的解释。电报里面就有说明，美国逐步减少对台湾军售的意愿，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持续承诺。若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敌对侵略的态度，或建立军事投射的能力，导致区域的不安全或不稳定，美国将增加对台军售。所以817公报的前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承诺。如果朋友还记得2019年8月30日担任川普总统白宫安全顾问的波顿先生，在他离职之前授权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在1982年8月17日的备忘录解密。这份备忘录里面就有说，美国减少对台湾军售的条件取决于中国是否持续遵守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承诺。美国雷根总统有进一步的补充，我们必须清楚表明，将这2件事情连结在一起，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永久性必要方针。提供台湾的武器数量及性能必须完全取决于中共表现出来的威胁程度，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数量与性能方面，应该维持台湾相对于中国双方的防卫能力。左边这一份就是解密的备忘录，橘色的方块就是美国雷根总统的签名，
左下角红色的方块就是当时川普总统的白宫安全顾问波顿先生。另外一份解密的电报就是1982年8月17日由美国国务卿舒兹发给当时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杰明的对台6项保证。第一点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设定终止对台湾军售的日期。第二就是美国没有同意对台湾军售的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第三，美国不会在台北与北京之间担任斡旋角色。第四，美国没有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第五，美国没有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第六，美国不会对台湾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左上角这一位就是国务卿舒兹，左下角这一位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杰明。所以从6项保证就看得出来，美国并不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从1982年8月17日签署了817公报的同时，雷根政府的6项保证是同时存在，如同是一体两面。这也是美国对台湾关系的指引规范。雷根政府的6项保证就是美国政府对于817公报内容的单方面澄清，而且对台湾跟美国的国会双方提出保证。虽然美国先前已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对台湾的承诺不会改变。所以在2015年10月28日以及2016年5月16日，美国众议院都提出一项决议，重申6项保证与台湾关系法都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并且在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重申依照台湾关系法、中美3个联合公报以及6项保证来实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也由于中国并没有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再加上台湾自己研发的 IDF 战斗机试飞成功，所以改变了817公报原来对台湾的限制。在1988年12月10日，第一架 IDF 原型机出厂，在1989年5月28日完成首次试飞。所以在1992年9月1日，法国就公开宣布出售台湾60架幻象2000型战斗机。紧接着第二天，就是1992年9月2日，美国的老布希总统在德州沃斯堡通用动力的工厂当场宣布出售台湾150架 F-16AB 型的战斗机。所以817公报最重要的是它的无形的框架，让我们不得不研发自制的战斗机还有潜舰等这些先进的装备。当我们研发完成之后，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才有办法出售同一个世代的装备给台湾。到了2005年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候，台湾开始向美国争取采购66架的 F-16CD 战斗机，要来取代 F-5 战斗机。但是由于当时美国顾虑了大中国市场，所以这项军购案一直未能获得同意，甚至连台湾都已经编列预算，都被美国要求时机不宜。一直到了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将马先生8年美台关系陷入谷底的状况逐步调整回来，获得美国的信任，而在2019年才获得同意出售66架 F-16CD Block 70的战斗机。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红线是画在 F-16CD 战斗机上面，而这一批战斗机将会在今年2024年第3季左右的时间会开始交机。所以美台军售的每一步其实都充满了艰辛。这张照片是 F-16CD Block 70的第一架80所采购的战斗机，这是双座型，在它的机背上有一个电子舱。原厂出厂的时候，适型燃料箱是没有安装上的，这也是 F-16V 它的最新型号。另外在台湾的国内，这10几年来共谍案层出不穷，尤其在马先生上台之后，这一类的情况更加恶化。
也导致美国要出售先进装备的时候，它的顾虑就更多。而台湾内部的问题，需要国人大家一起努力，不能再让这种敌我不分的状况持续下去，不然前面有817公报，后面有共谍案，还有台湾国内不少的政客、媒体都成为中国的同路人、协作者。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美国要出售先进装备给台湾，它的顾虑就多了一层，那难度就会更大。原来在817公报的限制之下，美国对台湾的军售难度就比一般国家高很多，更何况台湾内部还是有一部分人敌我不分，所以我们频道才会不断制作很多影片，直接面对中国的认知战，也需要各位朋友帮忙，将这些影片分享出去。我们的祖先不管是从明清时期，或者是1949年之后来到台湾，再加上了许多国家的新住民共同来到台湾，台湾需要我们自己来保卫。认同台湾意识的人就是台湾人，它并不是一个血缘上的区隔，它是一个认知上的区隔。所以不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认同台湾，就是台湾人。所以现在中国的红线以及美国的顾虑双重作用之下，台湾一直想采购的第5代逆中战机 F-35A 或 F-35B 在短期内可能性都不高。另外还有台湾的 F-16 升级成 F-16V 的时候，就有向美国提出申购 AGM-158 联合空对面远攻飞弹，这是美国现在最先进的空射打击飞弹，因为它具有 AI 的判断能力，所以这一项申购也一直没有获得美国的允许同意。还有台湾海军一直希望可以透过商购的方式取得美国的神盾系统，有神盾级驱逐舰的存在，就等于一座大型的早期预警雷达，还有等同一座大型的海上火力库，包含了防空飞弹以及巡弋飞弹的发射基地，所以这也是中国非常顾虑忌惮的。可是上面的敏感资料、机密设备也非常的多，所以短期内也看不到台湾有取得的机会。当然今年不断有媒体消息指出，有美国的智库认为台湾可以先取得 F-15EX 先进鹰式战斗机，目前看起来是制造商波音公司非常的积极，但是若以整个机队的结构来看，因为在其他的国家他们是以 F-15当作飞弹卡车、炸弹卡车的角色，而台湾已经采购66架的 F-16 CD Block 70战斗机，也可以兼任这一项角色，所以对台湾而言，目前并没有急迫性。再以各国的机队来做一个比较，就可以发现，从美军协防台湾的时候开始，台湾的战斗机规模被预设在400架左右，所以目前新采购的 F-16CD 战斗机，它是类似其他国家的重型战斗机的角色。而在去年完成升级的 F-16AM 跟 BM 战斗机，它是整个空军机队的主干，剩下的幻象2000以及 IDF 必须设想在未来15年至20年左右就要除役，所以台湾机队的规模只剩下采购 F-35 战斗机以及台湾自己研制的 ADF 先进防御战斗机的采购机会。所以台湾的自制防御战斗机 IDF 它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突破了817公报的限制，意外促使法国出售了幻象2000型的战斗机，紧接着美国也出售了 F-16AB 型的战斗机。第二就是 IDF 它也提供了国造飞弹的发射载台，包括中科院研发的天剑1型红外线空对空飞弹，还有天剑2型主动雷达导引的中程空对空飞弹，还有可以远距打击的万箭弹，都是借由 IDF 战斗机担任发射的载台。第三就是建立了台湾的航太产业，同样的情境也可以对应到这几年台湾的 IDS 自制防御潜舰，它也是突破了817公报的限制，使台湾拥有完整的水下舰队的机会，也终于可以让80岁的海狮
海豹潜舰可以除役，可以退休。最重要的是强化了台湾的造船业。所以接下来，假如我们要突破817公报的限制，就必须继续研发 ADF 先进防御战斗机，这样才能促使美国出售 F-35 逆中战斗机，也可以继续让中科院研发的国造飞弹有可以发射的载台，也同时可以延续台湾的航太产业，它的研发还有制造能量。有这样的做法，不是只有台湾，就连台湾邻近的日本也是运用了 X2 星神验证机，将所有第5代逆中战斗机所需要的技术都在星神验证机上获得实现，包括了日本自己研发的发动机、向量喷嘴、逆中的外形，还有高性能主动向列雷达、电子战系统，还有高流量通讯能力的射频传感器。日本也借此获得 F-35 战斗机的授权组装的权利。所以国防自主有的时候是一项战略级的策略考量，不单只是有产业发展的帮助，更重要是突破整个外交环境以及国际政治的限制。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主要让各位朋友知道，为什么台湾采购武器限制这么多，为什么有的时候美国它自身的考量不见得会像我们所思考的一样，提供给台湾所需要的装备武器，因为这背后包含了美国的国内法，就是台湾关系法，还有美国跟中国签订的817公报，以及美国政府的6项保证，还有整个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规划以及它的利益，当然也包含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承诺。所以有的时候天助自助者，我们必须靠自己突破这些困境。尤其在接下来未来的3年多，台湾一定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属于台湾的军魂、台湾的共识，并且扫除台湾内部的第5纵队，用民主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家园。好了，感谢各位朋友今天的聆听，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有帮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